今天我要挑戰用很冷門的2D 動畫軟體 Moho， 把好友東東繪製的精美插畫做成既保有逐格韻味，又完整保留原圖所有細節的動畫。进程式後，我會先把參考圖複製一個出來，將原本的參考圖透明度調低，並勾選不要渲染和無視圖層選取工具，這樣描圖時才不會誤點到參考圖。然後分割成2個畫面，方便描圖的時候兩邊對照和吸顏色。第一步，我想要先模擬原圖線條的材質，用繪製圖形工具隨便畫個圓形，在右邊的 Style 面板勾選進階選項。我們要新建一個筆刷風格，從這邊按 New， 然後取個名字東東 Line， 點這個 No Brush， 它其實就是筆刷設定的地方。這樣有設定好風格之後，以後就算畫了很多新的東西，只要從風格設定這邊就可以一次調整。筆刷設定完，接下來一層一層的把每個部位繪製好吧。這張圖有很多不同的細節，每個效果都可以在 Moho 用不同的工具還原。陰影的地方用遮罩製作，腮紅用 Style 面板的模糊邊界，有斷線設計的地方用線段隱藏工具，改變節點顏色做指尖的漸層。調整線段寬度，模擬筆壓粗細變化。裙擺半透明的部分，直接在選色這邊把透明度拉低。我還有把混合模式改成色彩增值，讓被蓋到的地方顏色都變得更深。雖然一開始要把整個角色繪製好要花不少時間，但好處就是只需要花這一次就可以做後續的動畫啦。描完圖後，開始綁骨架。手腳和身體的骨架綁定都很直覺。至於頭部轉動，我是用 Smart Bone 做的。那 Smart Bone 是什麼呢？簡單來說 ，Smart Bone 就是一種會記憶動作的骨骼。你預先教這根骨骼，它轉動的時候角色要有什麼變化。它學會之後，就可以作為任何動作或是表情的控制器。我示範一次怎麼設置給大家看看吧。假設我現在想要轉動這根骨骼到90度的時候，這個角色會笑。那我會先把這個骨骼命名，才不會忘記它是做什麼的。命名好後，勾選顯示名字，然後我們要新增一個動作 ，Window Action， 打開 Action 視窗，或是 Ctrl K 也可以直接叫出來。確定選到要做成控制器的骨骼後，按新增動作。可以看到時間軸變成藍色的，代表我們正在編輯這個動作。好，接着我在5秒的位置把骨頭轉動90度，然後到角色的臉這一層開始調成我要的樣子。OK， 現在回到主要的時間軸，這裡 Main Line 點2下，之後只要轉動我們剛剛設定好的骨骼，就可以控制它的笑臉了。所以伊莉絲的轉頭就是移動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調整節點的方式，讓整個頭變形成側面的樣子。
當然中間轉頭過渡的地方也要修正，這樣轉頭的控制器就做好了。那眨眼也是一樣的原理做的，可以開給大家看，就是點的移動而已。Smart Bone 的功能也可以用來修正四肢彎曲時的變形，修正前移動手臂的時候會直接壞掉，所以用 Action 告訴 Moho 當手臂伸直的時候要長這樣才對。之後控制手臂就不會有問題了。我骨架都綁完了，這邊玩一下給大家看。腳的部分我有做 Target Bone， 這樣移動身體的時候，腳的位置不會跟着移動，腳和身體可以獨立操作，在做動畫的時候比較方便。我把肩帶被握住的地方和左手綁在一起，這樣就有拉着包包的感覺。因為我沒有打算做太多手部的動畫，右手手指我有綁骨架，但都只是很簡單的而已，甚至掰錯邊還會壞掉。頭的部分除了轉頭和眨眼之外，我多做了一個眼睛左右看的控制器。我認為在走路的動畫，上半身有擺動很重要，會增加動畫的說服力。戴爾的骨架更簡單，所以我就快速帶過。插口袋的左手因為不用拿出來，所以直接和口袋坐在一起。動畫我決定走路的部分是用4格拍，我想要在觀看的時候有很明確的一張一張的感覺，這樣走路的每個姿勢都可以被更清楚的看到，也同時避免了有些原件動畫視覺上太絲滑的問題。有在畫動畫的人大概對走路循環並不陌生，我這次做的也是一般的走路循環而已。不過跟美式卡通走路不太一樣的是，角色的起伏會比較小，因為動作也不會像美式卡通那麼誇張。腳步有踏實的踩到地面很重要，不能隨意的滑步或是偏離地面，可以畫一個地板方便對齊，就不用自己猜腳要放在哪裡。他們走一走後，我讓戴爾先發現鏡頭，嘴巴同時張開。我是想象他可能發出個聲音，讓伊莉絲注意到鏡頭。最後2個人都停下來，擺出跟原圖接近的姿勢。這次我試圖用 Moho 去模仿逐格動畫的限制與節奏，效果我覺得還不錯。雖然有在畫動畫的人大概都還是看得出來不是手繪的，不過至少消除了我自己不太喜歡的原件感。不知道大家覺得效果怎麼樣？最後再次感謝東東借我圖來實驗，大家記得去追蹤他。覺得有收穫的話，歡迎按讚訂閱支持我們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